相亲认识的老公是个赌狗，输掉了我的嫁妆彩礼，还害得我流产。在鬼门关走了一圈后，我选择离婚退场。朋友们开了单身派对，庆祝我脱离苦海。派对上，闺蜜感慨万千，她说自己早就知道这事儿，还曾经劝过我，可惜最终还是没能改变我的决定。但当初明明是她告诉我，前夫为人忠厚老实，值得托付终身的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按着地点来到包厢，还没推开门，我就听到闺蜜张月楠的声音。其实小小这段婚姻失败和我也有关系，如果我当初能更坚定地劝她早早离婚就好了。听到她自责的哭腔，我心间有一股暖流涌过。我和她自幼相识，感情深厚，甚至可以说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。我正打算开门进去，可张月楠的下一句话就将我的双腿牢牢地钉在了地上。王冠军是我高中同学，我早就知道他有赌博的恶习，当时也劝过小小要慎重考虑。可是小小，只能说爱情使人盲目吧。如果当初我能劝住他，可能他也不会落得今天这个境地。他说着，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其他人七嘴八舌地安慰他，也不能这么说，你该做的都做了，只能说造化弄人。是啊，虽然你和小小是最好的朋友，但是你又不是他爸妈，管不了他一辈子，你也不用这么难过。要我说，这都是命。我死死地咬住了下嘴唇，不敢让自己发出声音。最令我不可置信的是张月楠说的这番话，劝我慎重考虑。可当初在得知我的相亲对象是王冠军后，张月楠表现得很是开心，他把王冠军夸得上天入地，绝无仅有，说他是一个忠厚本分的老实人，虽然不善言辞，但是为人真诚，值得托付终身。那个时候家里面催婚催得紧，有了张月楠的保证，我也就放宽了心，和王冠军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。结婚的第1年，王冠军表现得很正常，直到我怀孕3个月，才发现王冠军竟然沉迷赌博，还偷了我的3金卖掉。我吵着闹着要离婚，可王冠军不愿意，他在屋外跪了2天，求我原谅他这一次，以后绝对不会再去赌博。损失了那么一大笔钱，加上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家里所有人都劝我给王冠军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，于是我只能捏着鼻子咽下了这一口苦水。我心存侥幸地想，哪怕是为了肚子里的孩子，王冠军也会有所收敛。可我没有想到，他嘴上说着自己会改，实际上却从未失手，而且越赌越大。在我怀孕5个月的时候，他更是偷走了存放着我们彩礼和嫁妆的银行卡，拿去翻本。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家里的钱财被他挥霍一空，还倒欠了高利贷一大笔的钱。直到讨债的人上门，我才知晓实情。在争执中，他将我推倒在地，害得我大出血，不仅肚子里的孩子没了，就连我都在死门关转了一圈，才堪堪被救活。这一次甚至不用我提，双方家里就把王冠军打了个半死。公公婆婆是好人，同意我们离婚，还把自己的所有积蓄和婚房都赔偿给了我。可是这1年半的婚姻还是成了我的梦魇，每每闭上眼，我脑海中都会浮现出王冠军赌疯之后狰狞的面孔，或是幻想中家破人亡的画面。住院期间，我恨过所有人，我恨王冠军毁掉了我的婚姻，害死了我的孩子，我恨公公婆婆养出了这么个畜生，我恨爸妈当初为什么没同意我离婚，
让我遭受到了后面发生的一切。可我唯独没有恨过张月南。我想，他毕竟和王冠军只是高中同学，他向我描述的是他印象中的那个人。人都是会变的，而且王冠军一开始伪装的那么好，他被骗了也很正常。可包厢里他说的那些话，却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，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脸上。太多的问题挤在我的脑海中，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酒吧的。直到大货车的鸣笛声在我耳边响起时，我才如梦初醒，发现自己跑到了马路上，躲闪不及，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将我撞飞了出去。按照常识，我死定了。可我没想到，我竟然重生回了结婚前。酒吧的卡座上，我和张月南并排而坐，旁边是其他几位玩得好的朋友。张月南亲昵地挽着我的胳膊，笑容灿烂地讲着我们前段时间出去旅游发生的趣事。我扭过头，看着一脸纯良的他，突然一股恶心感涌到喉间，实在忍不住，我一把甩开了张月南的手，转身跑进了卫生间。干呕一番，我撑着洗手台，看着镜中面色苍白的自己，一股无力感涌上心头，同时脑海中以前那些被我忽略掉的那些细节也陆续出现。比如，他虽然和我坐得很近，但是脚尖的方向却是朝着门口。在心理学中，这代表着他内心对我是抗拒的。还有聊天中，他总是会时不时地抚摸脖子，这是撒谎的时候一种典型的强迫行为。一个两个的小细节可以说是偶然，但太多的细节加在一起可不是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不由握紧了拳头。除了愤怒，我更多的是震惊。我还记得刚发现王冠军赌博那阵，我总是找张月南哭诉，而他每次都会好声好气地安慰着我。但只要我一提起离婚，他就劝我为肚子里的孩子考虑。我震惊又好奇，想知道张月南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，一步一步引导着我。看我坠入深渊的，或许看我在深渊里挣扎，会令他有一种无上的快感。这究竟是为什么？收拾好情绪，我重新走了出来，而张月南已经和其他人聊了起来。看着他们相谈甚欢的模样，我这才意识到不对劲。不管是我的朋友还是我的亲戚，只要我带张月南见过一面，那么他们就会成为张月南的关系。以前我没有深究，觉得这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可现在看来，张月南这明显是在侵入我的生活。回忆起过往的点点滴滴，我才发现张月南认识我身边的许多人，可我却对他的朋友圈知之甚少，而张月南也有意地避开我和他的圈子的接触。想到这里，我忍不住沉下了脸。原本我是打算和张月南直接撕破脸的，但冷静下来，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好主意。毕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他有做对不起我的事情。如果我真的和张月南闹翻了，估计所有人都会觉得是我在无理取闹。可要是陪张月南演戏，继续让他待在我身边，我又会忍不住地觉得膈应。就在我为难之际，有朋友看见我站在不远处，朝着我招了招手。你这是怎么了？该不会是怀孕了吧？几个朋友打趣着我，要我说，也是时候找个男人结婚生子了。你说你长得这么漂亮，家里条件又好，不谈恋爱不结婚，我要是你爸妈都得愁死。我敏锐地察觉到，当朋友们把注意力放到我身上的时候，张月南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。不过他很快就把这份小情绪给藏了起来，紧接着附和着其他人的话说道：对呀，叔叔阿姨天天催他结婚呢，还给他安排了不少的相亲对象。说着他又话锋一转，装作无意间想起来的样子，说道：小小，
我跟你讲，你这次真的遇到好男人了。冠军是我的高中同学，成绩好，长得帅，当时可是学校好多女生的男神。你这次真的是走了狗屎运，羡慕死我了。这个时间点，我已经和王冠军见过2次面了。张越南来我家做客的时候，听到我妈提到这个名字，又问了一些细节，确定了王冠军就是他的高中同学。上辈子我就是听信了张越南的话，才对王冠军提起了兴趣，一来二去走到了一块。现在看来，我真的是被江湖迷住了脑袋。如果王冠军真的像是张越南描述的那般优秀，怎么可能还会流通到市场？哪怕是大学没有交到女朋友，刚工作的时候就会有各种热心的阿姨叔叔帮忙介绍对象。轮得到我，要知道相亲市场上对方列举出来的条件，只是想让你看到的条件，如同冰山一角，更多的缺陷还藏在瞧不起的水底。要不是张越南一再的承诺担保，我势必不可能和王冠军那么快结婚。但凡在恋爱期间抓到他赌博的蛛丝马迹，家里也不会同意我嫁过去。一想到张越南明明知道王冠军是什么样的人，但还把我推入火坑，我就忍不住遍体身寒。果然，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鬼，而是抱着坏心思的人。没有像上辈子一样露出惊喜的表情。面对张越南的大肆夸赞，我直接将酒杯砸在了桌面上。同行的其他人看出情况有异，不再轻易吱声。他们都是头一次见张越南，于情于理都会站在我这一边。眼瞅着没有人帮腔，张越南立马转换了方式。他抿了抿唇，抽搭着对着我问道：“小小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究竟怎么了？你心里面没点数？”我嗤笑一声，反问道：“要不是我知道王冠军的底细，还真的被你骗过去了。小小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”许是我脸上的嘲讽之意太甚，张越南立马慌了神，他的眼神飘忽不定，打算装傻充愣，蒙混过关。一个赌狗被你夸得天花乱坠，你可真是我的好闺蜜呀！我咬牙切齿地盯着张越南，一字一句道出了实情。话音刚落，就引起了轩然大波。真的假的？张越南看起来不像是这样的人呀。是啊，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有热闹可看，大家纷纷造了起来，想要吃瓜。张越南这回是真的着急了，他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泪眼婆娑地朝着我说道：“小小，我不知道，你相信我。如果我知道他爱赌的话，我怎么可能会夸他？谁知道呢？”我哼了一句，可能是你受了他的好处，也可能你是故意看不惯我，需要让我掉进火坑。不过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已经看清了你的真面目。从今往后，咱俩就恩断义绝。说完，我直接拎包走人。一起来的朋友纷纷朝着张越南投向鄙夷的目光，有嘴巴毒的更是直言道：“畜生玩意儿，养条狗还知道朝人摇尾巴，不至于反咬一口。”更有人拿起手机拍一下张越南的照片，估计是打算在好友群里面帮我鸣不平。张越南一边挡着脸，一边追着我想要解释，可没走2步就被我朋友挡得死死的。等他追出来的时候，我早就已经开着车扬长而去，尾气喷了张越南一脸。估计他早就已经在心里面把我骂得狗血淋头。回到家后，看着手机上张越南打来的即时通电话，我选择了视而不见，洗了个热水澡。我坐到了书房，在安静的空间里，我开始思考起和张越南的这段友谊。和张越南认识的这些年里，我自认问心无愧。每一次他被人欺负或者笑话的时候，我都会冲出来替他解围。
帮他渡过难关。我们家条件不差，家里面又只有我这么一个独生女，父母很宠爱我，所以在得知我有张月南这么一个穷朋友后，他们总是会给我双份的零花钱，让我和张月南一起分享食物、衣服、玩具。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家人，对张月南都算得上是仁至义尽。可他是怎么回报我的？我把她当成好闺蜜，她把我当成冤种，更是险些害死了我。或许是老天有眼，让我重活一次，那我自然要跟张月南好好清算一下上辈子的仇。光是撕破脸和他绝交还不够，上辈子张月南害得我人财两失，这辈子我要一报还一报。开玩笑，我可不是什么以德报怨的圣母。想到这里，我打开电脑做起了计划。接下来的1周，我都没有回过张月南的消息，即便他持之以恒，每天都给我发几百条道歉短信，我也没有多看一眼。我原以为自己会不习惯没有张月南陪伴的日子，可当他真的消失在我的生活圈后，我却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舒适和自由，不用再小心地顾及着张月南那可怜的自尊心，说话前都反复掂量，出入高档场所也无需多准备一份礼物带给张月南或者他的家人，一切都显得那么的轻松自在。可张月南显然无法接受失去我这个血包，比我预想的还要早几天。他在公司楼下拦住了我，小小，我是来跟你道歉的。我想这段时间你一定很伤心，但我真的不知道王冠军是那样的人。我可以跟你发誓，如果我是故意害你的，那我就被雷劈，不得好死。他竖起了4根手指头，脸部红心不跳地说着慌，估计是觉得就这么随便说说不会灵验。我在心底冷笑了一声，面上却装出心软的模样。现状，张月南顺着杆子往上爬，你要是还觉得烦心，就打我好了，我绝对不会反抗的。说着，他闭上了眼睛，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模样。为了完成我的计划，我假意原谅了他，还带着他去高档餐厅吃了晚餐。吃饭途中，一个长相高大帅气的年轻男人向我索要联系方式。以前对于这种搭讪的行径，我向来都是干脆利落的拒绝，可是这一次当着张月南的面，我却果断地让对方扫了我的微信。人一走，张月南就好奇地问我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。我一边切着牛排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回复道，他手上戴的那块表是理查德米勒 RM7201，光是二手市场的回收价都是150W，网上这种年轻多金的富二代，就算只是当个朋友，那也有巨大的利益可图。这男人可和以前的那些歪瓜裂枣不一样。张月南竖着耳朵听，眼睛逐渐发亮。这么好，怎么你也感兴趣？看出张月南已经心动，我装作不甚在意的模样，笑着调侃了一句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我可以把他的联系方式推给你啊，反正大家都是单身，你要是喜欢的话也可以争取的。张月南摆了摆手，面露苦笑，瞧你说这话，这是你的追求者，我加他的微信多不像话。再说了，人家也不一定看得上我呀。张月南的家庭条件不好，他爸死得早，妈也有病，从小就领着补助金度日。在我转学之前，他一直都是班上被人欺负的存在，后面也是有了我的庇护，他总算是不用再受到坏孩子们的嘲笑、打骂。每次他自轻自贱的时候，我都会安慰他，让他振作起来。但是这一次，听见张月南的话，我认同地点了点头。确实，你家里条件不好，又是单亲家庭，没办法提供经济支援，自己赚的也少，长得也一般，
就算是你倒贴，他也不一定能成功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拜托我妈找小区的那些阿姨们问问，看有没有适合你的相亲对象。你无需自卑。看着张月南瞬间变青的脸色，我笑了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沉不住气？我这可不是在打击你，毕竟像他们这种阶层的男人，都习惯了女人跪舔，放不下脸面是赚不到钱的。所以你真的要有类似想法的话，还是死了这条心吧。这话我是故意说给张月南听的，大概是因为我才刚原谅他。张月南并没有在此刻拿巧，他做小伏低的应了一声，没再说话。可我很清楚，他定然是把我说的这些话都记在了心里。接下来，我的朋友圈里开始频繁地出现鲜花、礼物、豪车的内容。评论区里经常有朋友留下点赞和羡慕的感慨，唯独张月南从来不点赞，仿佛从来没刷到过这些消息。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官宣了和富二代刘增的恋情，朋友们起哄要见本尊，张月南也浑水摸鱼夹杂在其中。我图的就是这个，自然不会拒绝。跟大家约好时间和地点，我特意来迟一步，好让大家看到刘增开的跑车。我靠，这车是视觉吧？一个男生朋友爆一句粗口，引起所有人的注意。他女朋友好奇地问道：视觉？没听过呀。这次不用我开口，那位朋友就帮忙解释了起来。你们不认识很正常，这车可是荷兰品牌，纯手工打造，每个型号只生产500，要买的话少说7位数。在场的众人纷纷艳羡，我好服气。看着一整晚都在跑神的张月南，我知道鱼儿快上钩了。果不其然，饭局还没结束，我就收到了刘增发来的一张截图。那是一条好友申请，赫然是张月南的账号。我仔细回想了一下时间线，他大概是趁着我去卫生间的功夫，偷偷地和刘增搭上了线。我笑着放下了手机，没有回应。饭局结束，大家一起出了饭店。张月南这个时候突然间开口问我：小小，你这么快就和刘增确定了关系，真的有那么喜欢他吗？又帅又多金，哪个女人会不喜欢呀？我笑着回了一句，又抛下了颗深水炸弹。而且告白成功后，他送了我一套房。因为离得近，我能明显地感受到张月南的呼吸一致，假装没有察觉。我继续自顾自地说道：你放心，等我成为豪门阔太后，一定会带你吃香的喝辣的。好。张月南勉强扯着嘴角笑了笑，要不是手头没镜子，我还真想让他看看自己此时此刻的表情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第二天的凌晨，我被一条消息给吵醒，又是刘增发来的消息，不过这次是张图，图片的背景是市里的5星级酒店，而主人公则是被被子盖住了隐私部位的张月南。在他裸露出来的脖子、胳膊上，有各种各样激烈纠缠过的情爱痕迹。我猜测过，张月南会想方设法地搞定刘增，但真的低估了他想要上位的野心。晚上加了微信，中间不到3个小时，自己送炮上门，简直令我叹为观止。我随手将图片保存到文件夹，又叮嘱刘增不要露馅，这才重新美美的回归梦乡。接下来的几周，张月南隔3差5就会发一些暗戳秀恩爱的图片。如果有人仔细观察我和他的朋友圈，大概会发现很多相似的细节。到了半夜，张月南还会发一些 emo 文案，底下有共同好友问他是不是谈恋爱了，可他从来都不正面回答，每次都是顾左右而言他。很快就有留言传出，
说张月南是被包养了，不知道这些风言风语有没有传进他的耳朵里。不过显而易见，张月南这段时间过得很舒服。盘算着时间，总算是到了收网的日子。我直接带着刘增这段时间拍下来的亲密照，冲到了张月南的公司。正好是午休的时间，大家都躺在办公室里休息。我直接来到张月南的跟前，拽起他的头发就磕在了办公桌上。张月南不可置信看向我：“陈小小，你疯了？认识这么多年，我俩从未动过手。”一时间，张月南想的不是反击，而是觉得我脑子有病。我不管37、21，赶在别人来阻拦前，又狠狠地给了张月南几下。等到被拉住后，我才装出气急败坏的模样，朝着张月南吼道：“贱人，亏我把你当姐妹，你竟然私底下勾引我男人，你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，不得好死！”张月南愣了几秒，大概是想不通他和刘增的偷情这么隐蔽，怎么会被我发现。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，眼泪唰的一下就落了下来。他可怜巴巴地看着我，柔柔弱弱地开口道：“小小，这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我知道一直以来咱们身份不对的，你都看不起我，但你也没有必要这么羞辱我吧？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你这么造我谣，良心不会痛吗？这演技不去演戏都可惜了。”我扯着嘴角扫了他一眼，如果说讲事实也是造谣的话，那你倒可以报警把我抓起来。说着，我从口袋里面拿出打印了几十份的私密照，抛向空中。随着 A4 纸落地，没有被打马赛克的床照映入了所有人的眼帘。意识到我有备而来，张月南立马收起了脸上委屈巴巴的表情，不顾周围同事的议论声，他面带嘲讽地朝着我说道：“看来你也没那么蠢嘛，为什么要背叛我？按照早就已经计划好的流程。”我绝望地看着他：“我对你这么好，你究竟有什么不满足的？上辈子他明知道王冠军沉迷赌博，却还是把我推入了火坑，这辈子没能得偿所愿，又不顾礼仪廉耻地勾引我名义上的男友。不论是哪一世，我都不明白张月南对我的恶意从何而来。可是听到我这个问题的张月南，却好像是听到了天大的笑话。他一手摸着自己额头上被砸出来的包，语气阴森：“你还好意思问我为什么？你所谓的那些付出，不过是从手指缝露出来的一些怜悯，妄图通过这些让我对你感恩戴德。嘴上说的好听，把我当成闺蜜，可实际上我不过就是你的贴身丫鬟，一条可以随意使唤的狗罢了。陈小小，你有什么好装的？你无非是投了个好胎，有个有钱的爸妈而已。如果我有你的条件，一定会比你更加优秀，更加厉害。”张月南越说情绪越激动：“我就是讨厌你，永远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模样。不过反正现在都已经摊牌了，我也不妨告诉你，刘增已经答应好跟你分手后会带我出国，以后你们这些穷光蛋就在国内发烂发臭吧，应该是觉得自己有了新的出路，以后都不会再在国内待着。”张月南完全不在意自己的形象，要多嚣张有多嚣张。我听着他这些话，突然间就理解了一句古话：生米仇，斗米恩，古人诚不欺我。一瞬间，重生以来的那股对张月南的狠在我心里化为乌有，我甚至有些怜悯他。离开他的公司，上车后，我给刘增发了一条消息。与此同时，张月南也在朋友圈里发的动态：一段爱情中，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。配图是他和刘增在酒店的照片。短短几分钟的时间，我就收到了10几个好友的询问。紧接着，
我将早就已经制作好的 PPT 链接发送到了朋友圈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我们这个圈子的人都知道张月楠抢了我的男友，还挑衅我。别的不用多说，反正他的名声彻底臭了。过了几天，突然有朋友向我询问起张月楠借钱的事儿。发完 PPT 的那天，我就删除了张月楠的一切联系方式，不再关注他的消息，所以对于借钱一事我毫不知情。不过在朋友的讲述下，我很快就补齐了这几天没吃到的瓜。我和刘增分手后，张月楠立马辞掉了工作，等着刘增带他去国外定居。一开始，张月楠还在朋友圈里面大放厥词，跟所有人进行骂战，做着春秋大梦。但随着联系不到刘增，于是去了刘增的豪宅别墅找人。结果物业告诉他，刘增只是租借了那栋别墅几日，业主另有其人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张月楠终于急了，在和刘增偷情期间，他大手大脚退掉了自己的合租屋，还把这些年的存款挥霍一空。现在他辞掉了自己的工作，根本没有余钱住酒店。没有办法，张月楠只好拿着刘增送他的那些奢侈品去二手店售卖回血。结果店员告诉他，那些包包首饰全部都是假货，加在一起都卖不了多少钱。张月楠不信，找了好几家店，都是一样的说辞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张月楠终于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他立马去了警局报警。但他手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刘增是个骗子，毕竟在偷情期间，刘增没有收到过从他账号发起的转账，所有的花销都是两人共同的消费。至于刘增伪装富二代，房子车子都是租的，这事儿也不违法，警方也没法立案。说到底还要怪张月楠贪心，以为自己攀了高枝就不管不顾，不给自己留退路。现在一切都是活该。更惨的是，连日的奔波和精神压力让他直接晕倒在了警局。被送到医院的时候，验血又检查出他被传染了艾滋病。现在他正在满世界的找朋友借钱，不然连住院费都付不起。可因为他当初的背刺行为，朋友圈里面没有一个人敢给他借钱。说到最后，朋友忍不住感慨，也不知道该说你是幸运还是不幸。虽然被闺蜜背叛，但却躲过了一劫，没有被骗钱，还被传染艾滋。谢天谢地，安静地聆听着朋友的话，我嘴角微微勾起了弧度。谢天谢地吗？不，我应该感谢自己，毕竟刘增是我自己找的，可不是老天爷送的。我愿意一切都告一段落了，可我还是低估了张月楠的脸皮厚度，他竟然又转头找上了我。回家刚进屋，我就听到客厅传来抽泣的声音，再一看旁边的鞋柜正放着一双女士高跟鞋，就换鞋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，我妈的声音就从客厅里面传来，你放心，等他回来之后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阿姨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，小小就是被我们养得太娇气了，但他没有什么坏心肠的。紧接着张月楠的声音也传来，阿姨没关系的，是我自己不好，是我对不起小小，这么多年他的脾气我都习惯了，我只是有些难过，你不用怪小小，可能我们真的不适合做朋友吧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他找上门来在我爸妈面前表演茶艺，而一直以来，我在家人面前一直给他树立良好的形象，所以爸妈都觉得是事出有因，从来不会想张月楠是不是在撒谎。不得不说，张月楠的脑子的确是挺好使的，要不是我早就对他起了提防之心，恐怕根本不会觉得他这是以退为进，为自己谋划好处，反而会反思自己哪里做的不对。
怪不得有些时候我回家经常会被爸妈说教一顿。那个时候我还天真的以为他们是从什么公众号上看了育儿文章，所以想要在我身上演练。我还经常跟张悦南吐槽，现在想来，张悦南应该经常在心里面嘲笑我蠢吧。我拎着包走到了客厅，张悦南坐在沙发上，我妈正安慰着他。一看到我出现，张悦南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，他捂着嘴，一脸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，对着我妈说道：“阿姨，那我先走了，以后有时间我还会上门来看你的。”说完，他就站了起来。我妈连忙拉住他，对着我呵斥道：“你这个死孩子，还不赶紧跟张悦南道歉？”我为什么要道歉？他想走就走呗。我找了个单人沙发坐下，翘着二郎腿，别提有多舒服。我妈见状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虽然妈也不知道你们具体发生了什么，但是张悦南是个好孩子，我看你这就是迟来的青春期叛逆。我妈一跺脚，直接把错归到了我的身上。不过我也不生气，反手就拿出了近日在网络上疯狂流传的视频。妈，你先看看这个再说吧。视频里是那天在张悦南公司的场景，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如实的录了下来。插足别人感情的小三见得多了，但是像张悦南这样背叛闺蜜、理直气壮攻击原配，还崇洋媚外、层 buff 叠加在一块的少之又少。看完这个视频后，我妈脸色一变，直接拿起沙发上的鸡毛掸，干脆利落地挥到了张悦南的身上。张悦南被打得哇哇直叫，但他愣是不逃，反而直接跪了下来：“小阿姨，我知道自己就是一个猪狗不如的畜生，可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了。如果你们不管我，我就只能去死了。看在以前的情分上，你们就借我一笔钱吧。以后我一定会当牛做马的报答你们的。”听着张悦南这么不要脸的话，我妈更生气了。一个50岁的中年妇女，硬生生拖拽着张悦南到了门口，把他扔了出去。“给我滚！以后别让老娘见到你，不然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”妈，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人生气。我拍着我妈的背，安抚着她的情绪，劝了几句后，好不容易把我妈劝走，这才重新打开房门。张悦南还不死心，颇有一副我不帮他就死守在我家门口的赖皮样。我也没惯着他，直接打电话叫来小区的保安。在保安抓走张悦南前，我贴在他的耳侧温柔地问了一句：“喜欢吗？送给你的礼物。”其实刘增一开始就是我给张悦南设的陷阱，他根本不是什么有钱的富二代，不过是我在 KTV 里面找的一个男模。他身上的名表、开的豪车、住的大别墅，全部都是我给钱租的。我唯独没有想到的是，刘增竟然有艾滋病。不过这也算是意外之喜。闻言，张悦南瞪大了眼睛，直到被拖进电梯里，他才反应过来，朝着我撕心裂肺地吼道：“陈小小，你个贱人，你害我，你不得好死！”他的这些辱骂对我毫无作用。在电梯快关上的那一刻，我笑靥如花地开口道：“可现在看来，不得好死的人是你哦。”在他离开后，我便把这段视频发到了各个平台，因为太过于狗血，视频很快就火了起来。评论区里全部都是对张悦南的嘲讽和谩骂，而且还有诸多的营销号转载。他公司的同事直接在评论区里面曝光了张悦南的身份信息，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张悦南的日常生活。他还被公司反过来起诉，要求赔偿，这成了压死张悦南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在大城市实在待不下去，张悦南只能灰溜溜地回老家。可即便是这样，他家还是被人用红油漆泼了门。
甚至还有人放死老鼠。他老家是个小地方，人少，消息传得快。关于张越南的流言四起，甚至传得越来越离谱，搞得张越南和他妈都不敢出门，唯恐被人当作过街老鼠，喊打喊骂。再后来，我就彻底的失去了张越南的消息。有人说他换了个地方，找了个老实人接盘，也有人说他穷困潦倒，到现在都孤身一人。不过他的境况对我来说不再重要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